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宣彤，欢迎收看，也欢迎收听，听了才知道。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独家专访超微的执行长 Lisa。那超微10年磨剑，成为辉达跟 Intel 的最强挑战者。那想知道这个逻辑的朋友呢，请你一定要听到最后。今天我们的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副总编辑林宏达，欢迎宏达。是，宣彤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宏达，我想最近你们都在忙这个 Computex 哦，台北国际电脑展哦。那这个众星云集，可是万绿丛中有一点红，就是我们的超微的执行长苏姿丰，那大家都叫 Lisa 嘛，好，现在问题就是说，大家都把这个光环都放在 NVIDIA 的这个黄仁勋身上，可是呢，其实这个战局，目前的战局，虽然 NVIDIA 是主导者，遥遥的领先，但是呢，你如果拉长来看，其实合纵连横，最后鹿死谁手，我们还不是那么确定，当然范围可能会慢慢缩小。那这种微妙的变局下 ，AMD 可能是一个很关键，所以我们在这个713期哦，宏达做了超微苏姿丰的专访哦，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但是我们在这里先来聊一下，宏达，你告诉我们苏姿丰 Lisa 这个人的特性。最近大家都很疯黄仁勋，对不对？对，台湾之光，对不对？是台湾出生者到美国去，然后这个大红大紫。但是我告诉各位，第一个，苏姿丰也出生在台湾，他是黄仁勋的亲戚哦。两个系出同源的人呢，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最顶尖的舞台上啊，其实现在黄仁勋最大的竞争者就是苏姿丰。财讯周年庆开跑咯，从5月9号到8月31号，只要订购周年庆活动1年期以上的读者，就可以抽限量版一卡通哦。现在订购享有全年最优惠的价格，快来跟我们一起追踪产经趋势，掌握投资脉动吧。NVIDIA 之所以享有这么高的市值，就是因为它在云端的 GPU 的加速器这边哦，几乎拥有这个近乎垄断的一个地位。对。那采访前我们去问嘛，供应商还告诉我们说，大概你现在要买到这个 NVIDIA 显卡，捧着钱不说这个都是几百万的了。对。那还要等个10几周。但是苏姿丰来了，苏姿丰今年在台北国际电脑展最重要的几个讯息，就第一个，云端 GPU 上面，现在今年下半年开始，不是只有 NVIDIA 一家了，还有 AMD 的可以选。这个是经过美国政府认证的。怎么说呢？大家记不记得去年美国有个禁令，高阶的这个 AI 晶片不能购买，不能到中国。除了 NVIDIA 被禁之外，只有 AMD。Intel 没被禁到。所以意思是现在没被禁到看起来很亏啦，因为美国政府认证，就是 AMD 的 MI300 跟这个 NVIDIA 的晶片是够资格的，对，重要到不能输入到，所以这不是我们出口到中国，这个不是我们跟 NVIDIA 讲，是美国政府说，就这么2家。之前 NVIDIA 之所以有这么高的市值，是因为 AMD 还没开始出货，但在这次专访他讲了，今年下半年开始呢，供应会越来越多，所以呢，分时市场这个就会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呢，就是过去我们看这个台湾在制造或者是 CPU 这边跟 Intel 是既合作又竞争，因为 Intel 是全世界 CPU， 不管你是 server 还是 PC 还是各种的终端，对 X86 部分 Intel 都是老大。可是你看最近其实 AMD 的市值已经是 Intel 的2倍了，超过 Intel 了，对，2倍。那这一次的台北国际电脑展，苏姿丰同样喊一个事情叫做 AI PC。我们的 CPU 的性能装在你的电脑里的话呢，效能会高过 Intel， 直接剑指 Intel， 就是说我不是跟你比价钱是跟你比性能我现在要挑战你，我比你强以前大家可能印象就觉得CPU 是 Intel 比较强，天下，对。但是现在苏姿丰他跟台湾有些渊源嘛也是台积电的大客户如果他成功了，代表什么？各位不是希望这个台积电嘉义厂盖了之后，附近就地价风生水起，那高雄风生水起嘛？如果这样的话，你各位要期待这个苏姿丰在市场上大有斩获，那他就会需要更多的先进封装，需要台积电先进制程，它就会带动南台湾的房价。所以这是 AMD 现在至少说，单是它的市值超过 Intel 2倍就已经非常的惊人可是我们都知道苏姿丰他其实是2014年才接手这个 AMD 超微的这个执行长，可是这10年他进步这么快，这是什么样的背景？他怎么做？而且你刚才没回答我，他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个性？对，这个很重要，你先回答好了。是，其实
我是第2次见到苏姿丰，第一次是在那个亚利桑那厂开幕仪式上，所以这次去专访我有点紧张。为什么？因为上一次的时候我问了一个问题之后，他马上就转头就走了。我问他说，大家传说你会可能下单三星哦。我们这次专访其实还是有问他，都换一个角度问啦。对，问他说可不可以谈一下你跟台积电的关系？他的意思就是说AMD 真的跟台湾关系很密切，就是所有的产品都在台湾做。对。然后他说他在台湾他们有1000个员工，这很具体嘛，因为我员工不能够要来就 hire 了，要走就随时裁。其实在之后的今年的记者会也有人问他要不要下单三星，基本上他都是表示其实都是说非常重视跟台湾的合作啦，因为他不需要说我不跟谁合作嘛，台湾特别是台积电的合作对他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讲回来，苏姿丰我本来认为他有点严肃，不过这次谈觉得他蛮有亲和力的，所以还不错。这次采访蛮顺利。其实他始终脸上挂着微笑，但是你在跟他对谈的时候，他谈工作是就是很实际跟很行动派，而且他不浪费时间，就是针对这个问题。对，你讲到重点了。他讲话都非常的简洁有力，他好像几句话其实后面你再去思考，他后面都还有对很多的意涵。其实我们也可以讲一下，你光看他的照片，他也有很多的这个意思在里面。对，我们看他右手常常戴一个金戒指。哦，真的。结果仔细一看，上面其实是 MIT 的这个标志，它其实是标准的 MIT 宝宝啦齁。学士、硕士、博士都在 MIT， 而且他还捐给了 MIT 一栋大楼。是，他真的就是一个非常理性的这个工程的这个背景。那所以这10年他怎么样把超微一下就是成长这么多？股价来说，这10年可能成长了60倍，投资他的话66倍，66倍。那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其实 AMD 在10年前是一个快要破产的公司啦，就是新产品几乎快要出不来，因为它的制造其实跟不上台积电，也跟不上 Intel， 甚至连 server 的这个晶片都快要做不出来了齁。苏姿丰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接任的。他就是3个策略，第一个就是公司危急存亡，那就大家都同意要改造嘛，先精简组织，以前觉得不能动的这个什么神之领域，这个通通都重组。第二个 Global Foundry 本来是 AMD 的这个制造部门，但是他现在就在他接任之后再把它切割出去。但是光瘦身的公司有的时候就也活不久嘛，所以还要开源，你不能光节流。开源的方法我们刚刚讲了，他是一个非常工程背景很坚实的人，所以他做了一件事。那个时候的趋势大家都知道说小晶片会成为未来，但是没有一家公司真的投资做这个事情。什么是小晶片呢？我举个例子就我们今天如果把烤披萨当成做晶片，今天我们去餐厅点披萨是点一个我要玛格丽特口味的，就一整个都是嘛，对不对？对。小晶片的意思呢，就是说我还是点一个披萨，但这一个披萨可以有100个口味。这一块呢是玛格丽特口味的，另外这是牛肉口味的，这个是烤鸡口味的，一出来各种功能都有。Chiplet 架构就是很多小的晶片，它本来都是一个大晶片的一部分，现在用小晶片去思考呢，我只需要切割一个部分，比如说运算的部分我从这一块晶片来，然后网络的部分我从别的地方来，拼成一整个晶片变成我的产品。这个过去只是概念，但是在苏姿丰的手上变成真实，他就开发了比如说互联互通小晶片中间互联互通的架构，还有去跟台积电合作一些先进封装的制程。我们这次有采访他说，你现在看到什么台积电 CoWoS 啊 3D IC 啊，那些都是7-8年以前他就已经跟台积电在合作了，今天才有这些产品。是也因为他在这个小晶片的布局，那 AMD 在开发产品的时程跟成本上就大幅的改变了。因为以前就是开发个晶片我就要花好几亿跟好长的时间，对不对？我如果小晶片就是我做好了这个晶片呢，我如果是 server需要25个运算单元，我100个我就给你100个。我如果做很基础型的这个 PC， 我可能只需要2块，我就给你2块，所以我不需要从头开始设计，那我的成本就会节省嘛。我的开发也不是从零开始，那我是不是设计的时间也可以缩短？是。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表各位可以看在这里。从2016年他发表这个新的 Zen 架构之后，就开始server 也活过来了然后 PC 也活过来了。是。你看他现在那个新的处理器的规格，甚至有到接近快要200个核。以前大家可能会觉得 AMD 的性能并不是这个最顶尖，现在呢
它就是要跟 Intel 去竞争最顶尖的 CPU 的这个宝座。那如果赢了，还是跟大家讲刚刚那句话，这个南台湾的这个房价就会得到 AMD 的祝福。可不可以请教一下，你刚刚讲那个小晶片这种架构是它的独门武器，还是大家都这样做，只是它有更独门的这个成功之道呢？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后面大家要跟，像 Intel 是这几年才开始往这个方向跑，但是人家已经跑7、8年了。差别在哪里呢？可能你开始要先从 CoWoS 比较简单的，我们把它比成盖房子的话，现在可能竞争对手在练习盖2层楼的，但他现在已经开始在盖5层楼的。你在文章中写，他说他自己是一个高性能运算的信仰者，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高性能运算的一个代表吗？这应该讲说他的策略，我们刚刚讲怎么定位它，它其实就淡淡的，但是你一听就知道它的意思。他的意思说，有些公司呢就专门只做 GPU， 有些公司呢专门就在乎 CPU。他的意思是说 AMD 是要布一个平台，不只是云端有这个 GPU 加速器，终端有 CPU， 它还有这个 Edge 端或者是其他，整个都要串起来，同时上来，这是他要的，也是 AMD 定位它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所以那接下来我们就问第三个问题，就是它的策略，就是您刚刚讲的这个部分，还有没有其他的特别的？我们如果看现在能够做尖端的半导体，就3家 NVIDIA、Intel 跟 AMD。对，其实 NVIDIA 它是采取封闭策略，就是说它的软体这些都是它自己的，它就像苹果一样，我的硬体跟软体呢会有很好的搭配，的软体是不对外开放的，你没办法看到它的这个程式码。那现在在推 AI 呢，训练模型现在还几乎都是 NVIDIA 的天下，但是模型还要推论嘛。推论现在就是 Intel 跟 AMD 在争， Intel 跟 AMD 都喊开放的架构，但是说实在话 Intel 开放的程度可能没有像 AMD 那么多，因为 Intel 它的这个过去的历史，所以制造这个部分或硬体的部分它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开放，但是它有一些包袱啊。对，但是 AMD 其实是一个 IC 设计公司，它制造可以选择最有利的就是给台积电合作。那软体呢，其实他们从一开始呢，它就是开放程式码，所以像 Google 啊、微软啊这些公司就说，因为我可以看得到你的程式码嘛，我就可以修改，所以我就会乐意要跟你合作。所以这一次其实微软对 AMD 的支持是他们能够跟黄仁勋跟 NVIDIA 竞争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柱。第三个就是它连它的硬体的竞争也可以改变，这是我们这次专访里面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说他们的 GPU 可以跟 ARM 的 CPU 合作。他跟 ARM 合作？对，这一次 ARM 也有记者会，我在记者会上问 ARM 的 CEO 说，哇，他们也都很兴奋，然后也很惊讶，因为其实 ARM 跟 X86 的这个阵营其实以前都是你死我活，就是有你就没有我。所以 X86 就是 Intel 的阵营，对，就像这个 AMD 或 Intel 都是属于 X86 的阵营。这个采访前我还问 Intel 说，你们有没有任何 ARM 相关的产品？他说没有。那因为这个 CPU 跟 GPU 其实是配套的，你要调整过才能够合作。可是这一次由 Lisa Su 讲出来说，如果客户需要，我们的 GPU 可以搭配 ARM 的 CPU，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哦。第一个就是比较看得起这个 ARM 的这个处理器，觉得它的算力够了啊。第二个就是说，他讲他是高性能运算的信仰者，意思就是他其实只要卡住高性能运算里面晶片的百货公司这个角色，那客户需要什么样的解决方案，他都可以提供。我听到这个之后，第一个想法就是，哇，那高通可能有点挑战。高通就有点挑战，对，辛苦了。因为现在本来我们在这一次的局里面看到，就是高通带着 ARM 架构的处理器跑进来，挑战了 AMD 跟 Intel， 对不对？对，没想到。他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哦，我是在讲他讲话都很精简，对不对？对。可你去想 ARM 架构其实高通要用自己的 GPU， 对不对？现在你要去跟 PC 来竞争 PC 等级的 GPU 的算力的时候，高通可能就要重新再来跟 AMD 竞争了，因为那个围墙被拆掉了。你讲得很好，其实重点就是本来以前 ARM 跟那个 Intel 他们是互相敌对的阵营，超微以前都是跟着 Intel 阵营，然后安谋可能是跟着高通阵营，可是现在呢，超微把这个中间的围墙拆掉了，他说他也可以考虑跟这个安谋合作，那就会变成很微妙的变局。表面上看起来是防守，其实又变成攻击了。为什么？因为以前有这个围墙在的时候，高通我只需要比如说跟联发科比 GPU，跟其他人比 GPU， 那我就是手机里面 GPU 就网了嘛，对不对？但是现在围墙都拆掉了，你从手机跨到 PC 了，那你就是接受了 PC 的竞争的时候，那如果其他的人提供了他的 CPU 去跟 AMD 来搭配，
那又会变成在市场上会形成新的竞争局面。所以这个重点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特别做这个 AMD 的专题啊，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未来的 AI 的世界，这个竞争还是非常的微妙。那它是一个关键角色，应该是这样说。那也会牵动周边的这个供应链或者大家的阵营的这些设计嘛啊。好，那宏达，你刚刚讲的是超微的策略，那超微难道它没有什么挑战吗？其实它当然也有几个挑战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今年其实也看到了 ARM 架构的这个晶片在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第一次进到了 Windows 的这个平台。其实过去的发生的事情就是 ARM 在手机里面做得很成功， Intel 虽然是 X86 的老大，但是始终无法在手机里面打败 ARM，但是现在 ARM 跑进来了，然后看起来呢，它的这个用电的效能呢，其实是会逐渐的进步的，它的生态系会逐渐成熟，所以 AMD 也属于 X86 的阵营，它未来要怎么应对这个新的对手。第二个值得关注的就是说，我们刚刚讲了 AMD 因为跟台积电合作多年它就开始越来越好，它的效率、它的技术制造跟它的这个设计能力都得到了发挥。但是今年呢，其实 Intel 也开始利用台积电的制造，过去 Intel 是不会把最先进的晶片里面的部分交给台积电做，那可能以前都是比较次要的部分，但现在连它最重要的他讲的新的这个 NPU 其实就是用台积电3奈米所做的。 Intel 会不会因为这样也开始让它的这个效率提升，来从超微手上抢回市占率呢？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值得观察的一个事情。第三个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各家的那个云端服务厂商软体公司其实都有计划要做自己的专用晶片，那未来会不会其实就是专用晶片的世界，这又是另外一个挑战。所以我们只能说这个世界 AI 的世界其实变化非常的大，可能每一年都会有变化。最后来问一下，就是说您专访他，那他有没有怎么看未来的趋势，可以帮我们重点分析一下？第一个重点就是他认为是混合云的时代。那最近大家这个黄仁勋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嘛，但是其实你仔细看他也都触碰到这些题目了，就是黄仁勋目前的市值是因为这个云端的 GPU 非常非常需要它，但是其实苏姿丰第一个预告了，就是接下来 AI 会扩散。那为什么要扩散呢？第一个成本，说你们每个人都需要买一个几万美金的 AI 处理器吗？如果不是的话，那 AI 又怎么样能够普及说这真的是一个大趋势？如果它这么贵又这么难买，你说 AI 是个大趋势这件事情基本上没有说服力。对，他就说成本结构要对的话，那就 AI PC 比较简单的比较小的。我们前几集有跟各位介绍小模型，在云端训练好用很贵的训练好之后，其实不用每一次都用这么贵的啦，杀鸡不要用牛刀，把它缩小放在我们的 PC 上，它就可以运作得很好了，用很便宜很省能源的方法，付个几万块大家付得起嘛，不是叫你付5万美金。对，如果我们要讲 AI 真的要无所不在，对的成本结构就长这样，甚至还会以后还会更便宜的，会有边缘的 AI。那我想这是个合理的，就是复杂的贵的我们交给云端去训练，那有一些简单的对我们生活有帮助的，比如说以后我的 PC 可能有 AI 就听得懂我的话了，我只要跟他说我要连接蓝牙，帮我连一下就连上了。是，我相信他讲的就是下一个阶段 AI 会扩散到更多的公司，而不是只停留在伺服器，所以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为什么大家现在在讲什么 AI PC 啊 AI 手机等等，就是未来的这个也是一个很热门的产品，我觉得很多公司在推，那很多公司在推通常就代表这里面会有很多力量会帮助它前进。好，现在观众朋友应该都可以理解到我们这一集的做的这个 AMD 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下说，其实这一次的 Computex 国际所有的大咖的执行长大概都来了所以大家也做了很多的科普。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再多做了一点新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回复财团在听了才知道第191集，我们的题目是拜登祭出高关税严防中国的电池，美日台固态电池联盟成型的留言。宏达帮我们问第一个题目啊。锂电池有2大问题，第一个是安全问题，自然连特斯拉也发生；二是报废回收问题，如果造成污染会使得水源与土壤变成毒性，电动车要是环保，结果变成最大的环保敌人。这个读者叫樊毅他讲的没有错，就是锂电池安全跟环保的问题还是被大家拿来提到。不过就是说，我相信这个世界一定会一直进步，那当然也不是只有锂电池，还有其他的电池会一直的发展那我们就看着它的未来的进步。好，第二个是生活的生他说感谢主持人，然后我们也非常感谢您谢谢。那第三个是你帮我念一下吧。财团的赖瑞元
提到，为什么没有提到辉能？好，我们会把这个事情记下来哦。可能每一集的时间有限，那我们的主题也会因为当时时间的情况稍微限缩一下。那如果说您对辉能有兴趣，我们尽量以后会找这样方面的题材来。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宏达的分享。那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同时呢，现在也是财讯周年庆活动期间，那欢迎大家踊跃的订阅。听了才知道，我们下次见，拜拜。